有请主持人赵春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。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。心理专家于继静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一起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吧，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。儿子出生后，他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光了，我对他真的是心灰意冷。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，而且我也弥补了自己的过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一直喋喋不休。我觉得我跟孩子在他心目中一点都不重要，他现在又要走，还不如离婚算了。两个孩子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怎么可以说离婚就离婚呢？这是一场婚姻危机，掌声有请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，34岁，来自四川待业；女嘉宾白女士，34岁，来自四川，餐饮主管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您要离婚对吗？对，我不想跟他过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不知道算什么。现在呢，他又要说去考什么远航证，一走就是9个月才回来，把家庭所有的托付给我，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。好，其实我去考这个船员也是想让他们过上好一点日子嘛。但是你妻子就觉得你是不负责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结婚10多年了，我一直都没过过好日子，一直都没过过好日子。说说吧。本来这门亲事呢，当时我妈妈就不答应的。那时候她家里面条件呢，也不是很好，我妈妈就觉得你跟他在一起肯定会不幸福的。你母亲是反对的，对。但是您是毅然决然嫁给他的，是吧？你们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啊？从朋友介绍到我们结婚可能1个月，相当于说是闪婚吧。哦，就1个月啊？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呀？因为当时我觉得吧，他人挺勤快，对我也挺好。回忆起这一段，我看您还是挺幸福的，是吧？后来呢？结了婚之后呢，我们2个就一起去外面打工啊，去深圳。2个多月之后呢，发现我自己有小孩了。哦，怀孕了。哎，然后我就回了老家。他一个人在深圳。到我生我女儿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了之后呢，我把女儿生了，他又走了，总共相当1年多吧。我们在一起相处就4个月。那时候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呀？因为刚结了婚，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时候没钱，然后我是向我亲戚借的钱，但是有了小孩了，他就回来了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也不行，反正在外面也挣不了钱，我就回来了，还是在家里面一家人在一起好一点。然后我在家里面我就跟我老婆商量，我说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做一点小生意。说到做生意，那时候还不是我去找我的亲戚朋友借的钱来做生意啊。借了6万。做什么买卖呀？就是餐饮行业，他一直帮别人炒菜嘛。钱借着了，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觉得我们2个太年轻了嘛，没给我好话。他说你们2个做生意，不要做几个月就不做了哟，到时候别人说闲话可能不好听。当时他们说了这个话，我跟我老婆2个其实也很伤心的。那个时候我做起来也没让他们失望，我们做的还挺可以的。饭店生意不错是吗？是，生意也不错。当时我就觉得好幸福。但是我也不愁辛苦，真的是起早贪黑，从来都没抱怨过什么的。生意那么好，把那个借的钱就还完了。而且我还剩了5、6万块钱。但是不久，我发现我又就是怀了我的第2个儿子。有了小孩的时候，也是我坚持要的。他一直就说怕耽误了生意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做。他那样坚持，我就只有依着他。然后我就回了老家，生了我的小儿子。坐完月子回来，发现我5、6万块钱啊，全部都被他花光了。不是1个月？对呀。干嘛去了？怎么说？在我们那里来吃饭的人也挺多。我看见他们做事又没有我辛苦，挣钱比我挣的那么容易哦。
那个时候肯定就是我异想天开哈，我就想我去巴结一下他们，然后我就请他们吃饭啦、出去玩啦，肯定也花了一些。他花了那么多钱，本来就是我2个一起辛苦挣来的钱，你一个人拿去全部花光了，我说了都不能说。他每次我一问他，他就向我发火，而且有时候争吵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推我。其实那个时候推我一下子就走。我的情绪也不好，因为怎么说，确实那个钱是我们2个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挣来的，又在我手上被我自己这样糟蹋出去了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但是每次一到晚上了哦，他就找我说这样说那样的。到现在来想，我肯定很理解他哈。在当时情况下，我肯定也是一肚子的气。这事儿过去也应该很久了，对吧？发生这么多的变化，肯定我很难接受，是吧？想到当初我妈妈不答应这门亲事，我觉得她跟我妈妈说的那些漂亮话全都给忘了。饭店不是还在吗？那就好好过日子呗。是好好过日子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人变得不够关心我们一家人。我有一次感冒了，我起不了床，还是他的舅妈和我妈妈一起把我送医院的。他舅妈叫他来看我，他不但不来看我，还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不就是个小感冒嘛，又不会死人什么的。”我才刚刚跟他生了儿子回来，他就说这样的话。当时你很伤心，对吧？对。有没有做决定说我们离婚啊，或者怎么着？还是我觉得越来越没意思了。啊，你那个时候就想离婚，是这意思吗？那时候就在闹。你说他吧，白天本来生意都那么忙，你还有时候跑出去玩，把小孩也扔给我，家里生意也扔给我。是这样吗？有这个事，因为怎么说，我在家里面做事也烦，好像就想跑出去轻松一下、玩一下那种的。儿子今年多大了？9岁了。那这么一说，也是8年前的旧事儿了呀。但是现在1年不如1年。哦，什么叫1年不如1年？相当于这段感情我都憋了10几年了。哦，怎么1年不如1年了呢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？一点也不关心我，不关心家庭，不关心小孩，女儿生病了他也不关心。我不是看见有你在那里吗？你说小孩生病了在医院输液的时候吐得很厉害，我叫他去找医生，他就跑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不是看见女儿睡着了，你又在那里吵得那么凶，我不是想到店里面也很忙，我就回去了吗？你总是借口。当时的情况下，你跑了，你不是那样，你想一走了之。小孩子能等那么久吗？你不赶快把医生叫过来，真的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医院你非赔一个小孩子给你啊！所以这很伤心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真的是。后来呢？后来这件事儿已经过去那么久，现在我说的1年不如1年。我的女儿就是说12岁，我儿子9岁了，从来都没有跟他们一起过个生日，为2个小孩。谁没跟他们过？他那么忙啊？他哪里忙啊？就拿上个月来说吧。啊，我说儿子满9岁了，因为你从来没跟他们过个生日，我呢现在又在上班，我一天特别忙。哎，你怎么又上班了？你们店呢？店因为我们后来了觉得生意不怎么好做了嘛，现在2015年他就叫我们到重庆这边来。啊，2015年去重庆了。然后我们一家人嘛，就带着2个小孩一起来到重庆，做生意了。说的就好笑，这几年真的是奔波特别多，翻了很多个地方，都没有做成功的。哦。为什么现在还又欠下了债嘛？就是这样欠起来的。哦，现在欠多少外债呀？差一点30万。啊，都是这个2个人做生意失败了，是吧？对，在银行贷款，然后做生意，拿房子抵押的。哦，房子也抵押了。哦，不是他乱花的哈，确实是2个人一起做生意没做好。对，他来重庆是我们一起商量来的这边。哦，那他忙什么呢？他就是现在又说考什么远航证，所以说要9个月啊1年才回来。我觉得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那您是在上班是吧？对。等于自己没店了是吧？没有了。先生等于就失业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应该失业有半年了。那家里的收入都靠您？都靠我一个人来开支所有的这些支出什么的。我也没有空下来。其实真心的话，我也在反省我自己。你还在说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回来，其实我也想回来，有事怎么说？15号我就跟你说了，19号我打电话给你，我说你去哪里了？你和你朋友玩了这么多天，你都不回来吗？儿子明天都生日了，今天19号，我说我还要上班，你不回来啊？
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哦，他又忘了。不是，那你干嘛去了呀？怎么说？就肯定是我也许是太大意了，我确实是忘了。哪里太大意？你根本就没把我们家庭放在心里过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现在这段婚姻我真的没办法经营。啊，听明白了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考远航证？我打算就是把远洋证考上来，然后在船上工资比较高一点。是做厨师是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是说去那上面再挣个2、3年，有本钱了，我再回来一起再做一点生意，就不分开了。哦，其实说真心的，我也不想分开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现在当厨师不是一样吗？我想的是，我欠了这么多外债，我肯定想的是早一天把它还清。我说还是钱能挣少一点吧，家庭一家人在一起好一些嘛。他不甘心，我觉得他就是好像这种失败了，又想着下一出。所以说这个婚姻是你不想要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你是没办法过了，不想放手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既然你陪我风风雨雨13年都过来了，你可不可以再过个13年看一下？他说叫我再看一下13年，你觉得13年好长？啊，本来我这13年就不好过，还要叫我再过13年。其实说实在的，我老婆我真的我不愿意放手的原因是怎么说啊？她也算是个女强人那一种的啊。说难听点的，这13年我真的是挺亏欠她的。我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婚礼，也没有给她像其他女人那样小客户那种。在开餐厅当中，我那个时候跑出去玩了，给人家家里面丢下来的事情，差不多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。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不愿意放手？我今天在这里跟你承诺一下，老婆，以前是怪我做错了，我知道我没有跟你像其他女人那样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哎，我想问一问啊，你指的跟别人出去玩，这个玩是指什么？我喜欢出去钓鱼，一钓鱼钓几天就不回来。我没事我就喜欢跑出去钓鱼，我跟朋友。你家里不是还要餐厅还等着你掌勺呢吗？他不管有没有师傅掌勺，他就不管的。哦。我还学会了炒菜。啊，厉害。这个经常去钓鱼吗？每天中午就会去钓一会儿。每天中午都会去钓鱼，下午就不回来了。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就是说您在自己家的饭店里面掌勺只做半天，所以妻子觉得压力好大，是吧？啊，哎，是不是那会儿他不在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膨胀了呀？是个小老板了，有那感觉吗？那个时候有那种感觉。这次到重庆，15年到重庆是想把买卖做得更好，挣更多的钱，是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啊，没想到那么难。是。那你这个想去这个远洋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只是想早一点把我们的债务还清。是不是你觉得你现在的手艺，你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出海，这是能够挣最多钱、最踏实的挣法，是还是不是？照目前看来应该是。也就是说，你碰了一圈壁之后，你觉得你尽最大的能力要做的，这个相对是靠谱一点的，是这意思吗？这个应该工资高一点。您是不同意这个的，对吧？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现在的这种状况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我觉得无论他挣再多钱，我都不想跟他过了。一个男人不体贴自己的老婆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挣再多钱有什么意思？所以您要的并不是钱，是吧？对呀，所以说外在这些什么的，哪怕是我跟他2个把分离了，外在我一样可以跟他分担，我就要离婚。2个孩子知道你们闹得这么厉害吗？他们不知道的。就是爸爸每次不给他们过生日或者不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撒谎。你说什么？我就会说爸爸特别忙。我说妈妈陪你过生日是一样的。那来了这儿，孩子不都知道了吗？知道就知道，迟早就会知道的。那这离了婚以后怎么整啊？
征求2个小孩的意见呗，因为他们也有那么大了。如果他是愿意跟我，或者是跟他爸爸，2个小孩跟我也可以。大体听明白了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丈夫曾经是个厨师，他厨艺怎么样？我觉得炒的菜很好吃。你刚才说你失业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自主失业。你有自己的双手，你可以做得很好。这个家通过你们2个人的努力是可以很温馨很幸福的。我说的武断一点，真的是被你败掉的。儿子的生日是哪一天你知道吗？你还在考虑女儿生日是几号，妻子的生日是几号，你知道吗？你像不像一个丈夫？你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碰到烦恼，一碰到问题，你就选择逃避。开不了餐饮店，一个厨师还会饿死啊？还让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在外面赚钱，你在家里自主失业，还很好听，我失业半年了。这半年当中，你完全可以去干一份活的。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要从这种逃避的心态当中走出来，面对现实，面对生活，面对家庭，做丈夫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谢谢包公子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2个人就不是互相很了解对方，1个月闪婚，而且在一开始2个人聚少离多，真正属于你们2人世界相处彼此了解的时光，你们掐指算算可以用天来论。所以你们2个人真正在一起相处，彼此磨合，这个本身的基础就不稳定。一开始妈妈为什么反对，你都没弄明白妈妈为什么反对的这个原因，就毅然决然地嫁给他，觉得他靠谱。他靠谱的是那张嘴。之所以一开始能够踏踏实实跟你把那个店经营起来，是因为你在盯着他。他是属于那种你只有逼着他，拿针戳着他，他才往前走的人。但当你一回去坐月子，这店给了他，他的那个本性就暴露出来了。所以其实你从一开始就不了解他。但是我们现在不能马后炮说以前的事儿，已经到了今天这一步。我觉得有一点要跟妻子说，虽然你很委屈很无辜，但是在这个段婚姻当中，你有一个问题是，你一定是那种遇事就责备的女人。在她这种不断的逃避的这样的性格当中，你给了她一个逃避的借口和理由。每次遇到突发的情况或者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，你一定第一时间就是训斥和责备。所以呢，他面对你这种无休止的责备和训斥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选择回避，因为他根本不是那种能担当起、能挑起大梁的男人。但是如果女人聪明的话，她会学会从另一个角度，让他意识到，你越是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他，他越自责。所以他这种逃避的性格，你是给了他一个助推力。那对丈夫来说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充当了什么角色？丈夫吗？妻子生病在医院，你不闻不问。爸爸吗？孩子生病在医院，您也不闻不问，甚至连女儿、儿子的生日都说不上来。所以我觉得你不仅是逃避责任的问题，你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个家当成你的家。你现在一点作为都没有，光凭一张嘴一定是挽回不了的。你想明白了这一点，再决定你未来的路怎么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我们的话说得非常好，叫家和万事兴。你们内部矛盾都解决不了，所以外部矛盾就更难解决。就如同刚才你说的，曾经跟亲属借钱的时候，亲属是不看好你们的，但是你们为了赌这口气，赚了钱了，做好了。但是现在矛盾出在你们之间身上了。所以我想呢，女方在这地方呢，也应该考虑一下，你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没给对方一些安全感，让对方失去了未来动力的这样一个信心。既然想离，你早就离了；不想离，还觉得
他还有可改的地方，所以多少内心还留有点期待。但这种期待不是在那里坐着等和指责而来的，而是希望说，即使在这样一个看似不太成才和有动力的人身上，也尝试给他一点鼓励，给他一点认可。毕竟他也不是一无是处。那么毕竟还有2个孩子，借助孩子的亲情的关系，让他慢慢的回归到这个家庭，而不是采取逃离的方式，少争执，少吵闹，过去的事情该放就放一点，2人合起心来，共同做点事儿，先从小钱开始做起，从掌勺开始做起，从小店开始做起，再试一段时间，兴许可以有转机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于老师。谢谢。刚才老师问你说，你记得2个孩子的生日吗？你是不记得的，对吧？人若忘本，必将前功尽弃。
可能会好一些。你也琢磨琢磨这事儿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我觉得我就像个孩子似的，这13年，我想我也应该玩够了，我应该也长大了。相信我，从今天以后，我要做一个好丈夫，要回到这个家里面来了，我再也不到处跑了，我要陪你跟我们的2个小孩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期待你的出现。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叫我现在直接说给你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是好难，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火，啥意思呀？这是您放的，是苹果还是梨呀？梨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在我来这个节目之前，那时候就想的就是，无论怎么说，我就是想跟他2个离，说也说不清，我就拿个梨来表示我要和他离。哦，你送的那什么意思呀？不是要去跑船了吗？啊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跑多远，只要我在这个家里面，我就要当个车头士一样的，带着我这个家庭一帆风顺的走下去。哦，听明白了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接下来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，请看。接下来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谢谢。你知道你那梨少带一样东西吗？带把刀来切一半，那叫分离。不离了，揣起来。啊，不离了。人家没说不离呢。不离了。行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啊。见证他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光吧，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了，一开始挺好的，但是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和我分手。他总是嘴上说的很好，但没有落到实际上。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保障，需要有安全感，我有错吗？他想要的我都能给他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不想分手。我跟他耗不起了，我一点也看不到希望。我觉得我们就这样散了吧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陈先生30岁，自由职业；雷女士30岁，医生助理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
欢迎2位哈。听说2位是旅行的时候相识的，是吧？我们俩认识是因为一次旅行啊，一个晚上他来敲我门，他问我借香皂，我就拿自己香皂割了一半给他。哦。然后第2天他就以香皂为理由，然后问我要了微信。哦，这个主意都想得出来，搭讪是吧？厉害啊！啊，然后呢？啊。然后回到重庆，他就找理由请我吃饭。哦。然后他表白那天。他就送了1块香皂给我，他说以后我会加倍给你付出。他因为现在他是创业初期嘛，没有车没有房，但是他有一颗爱我的心啊。当时我就信了。这样的主持人，因为我和女朋友嘛，这一次是因为要买房子的事情，然后他现在想分手，但是我现在不愿意跟他就是分手。你们俩认识几年了？2年多。这男生有什么优点啊？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很好啊。然后我不是有时候要上夜班，还可以买很多宵夜呀、水果呀过来给我吃。然后当时我的同事都很羡慕我。我跟你说，所有追求一开始都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他是听我哪个同事说我会过生日啊，然后接着1个星期，我每天收到1束玫瑰花，上面都写着生日快乐。那个过1个星期的生日啊？他不知道是哪天嘛，他问我，我没告诉他嘛。就撞嘛，反正。对。撞上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1个礼拜都没撞上。然后我们俩刚在一起1个多月，他就经常3、4天不回家，还打电话让我给他送换洗的衣服过去。其实我能理解，因为他创业初期，他跟我说的，他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生活，是，这个我能理解的啊。但是后来他就变了。变了。对，就有一次嘛，他过生日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今天你过生日，你可以早一点回来，然后我给你准备惊喜。等到8、9点钟他没回来，我就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他说我在应酬，说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很寒心呐。其实那一次，当时客户要资料也要的比较急嘛。我听他说不是说他在应酬是吗？对。啊，应酬跟资料有啥关系？因为我把客户的资料做完了之后，我给客户带过去，然后在应酬这上面的。然后耽搁了，忙完了回家的时候呢，差不多1点钟了。这得什么样的客户那么敬业哈？一聊到1点多，你们聊啥呀？就是关于我们市场的一个开拓。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自己躺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。其实我当时心里面觉得挺内疚的啊。然后我也想一下，怎么来哄一哄他。主持人，你知道他怎么哄我的吗？他这1点半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醒了，但是我在生气，我是没有理他，就装着睡着了。我就听他去厕所给他妈打电话，他说我们俩吵架了，问他妈该怎么哄我。这个事情有必要给你妈打电话吗？到第2天他什么也没做，也没哄我，也没给我解释，然后他就继续上班去了。他是什么事儿都跟他妈说吗？对，他就是典型的妈宝男。其实这些小事我都能忍啊，什么事儿忍不了了？就是有一次我生病了嘛，转氨酶2000多，哦，太高了。对，因为正常值是0到40，我们医院本来也不是很那个嘛，然后让我转院，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医生说我有点严重，然后还有我晚点再说吧，再看不看你吧，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医院，我去了医院，医生就让我办理入院呢。那肯定啊。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第2天我妈来了，因为晚上我也给她打电话了，她没接电话。然后第2天早上我妈就来了，我听我妈在医院门口哭，在那个病房门口哭，就觉得无依无靠是那意思吧？谈了个假恋爱是这意思吗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，是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吓我一跳，对不起。因为我觉得有她这个男朋友跟没有她男朋友都没有区别。我在医院住了15天，他谈我2次，就中午来的，还提着盒饭来的。这是为啥？因为我们的市场开拓期嘛，各方面的数据统计啊，后续的一个工作跟进，我确实那段时间没走开。这件事儿在女生的心里面可能阴影会比较大一些，是吧？觉得无依无靠是吧？想象当中，我谈一男朋友，在我最关键的时候，至少我认为最关键的时候，他应该在我的身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结果他没来，最后还是我妈来守了我10几天。控制下来了，指标都好了。现在好了，但是病根没有恢复。但是完了之后，你也不能说我们要在一起就应该买一个房子吧？等，先别房子，我这事儿还没问清楚呢。我想知道，你知道他现在到底得了什么病吗？我知道，这个你可以接受是吧？对，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？当时没有好的时候就不能怀小孩。现在没事了是吧？不能反复。啊，听明白了，你这都不关心不关注啊？
就回来之后有时间，我现在也给他煲个汤。不，这跟煲汤没关系啊，会改善一下他的现在的这个状态。你家里人知道他这个状态吗？我父母也了解。这个是真的了解，还是只是表面上了解？我给他们说过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他在医院住院也没啥大问题。他住院的时候，你父母去看过吗？我父母在工地上包工，他们时间也不是很方便。你父母知道你有这么个女朋友吗？知道。他当时生病的时候，你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还是说已经见过父母了，准备娶她？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父母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你父母那儿，这是你的未婚妻，有这么个意思吧？对。所以他生病15天，你父母也没有去任何看。没去。OK， 好，咱接着说房子啊。就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很寒心呢，我就觉得他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提出我说要么就结婚买房，要么就分手啊。他让我去跟他妈商量，那我就去找他妈了。他母亲这样说的，他说买房可以，但是他说他们出一半，让我出一半，这个我认。但是他母亲说我们要先扯证。扯了证，然后房产证上面要加上他父母的名字跟我的名字，这点我想不通，为什么呀？我过日子是跟你过啊，不是跟你父母过呀。你们那个房子钱不是他父母出的，不是他出的吗？但是我也出了一半，过日子是跟他过呀。房产证无所谓啊，你也不跟房子过。这一点我不能接受。生病之前有结婚的打算吗？生病之前我给他提过，他说现在创业初期，那个时候我母亲也没这么催我。但我生了病之后，因为我现在30了嘛。我母亲也会催了，然后我自己也会想了很多了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这次生病对你的这个心理的改变非常大，对吧？是的。可能过去没生病之前觉得我们这么谈着挺幸福，就挺好。对。但生病之后，你可能说我需要一个保障，我需要一个家，是不是这么想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啊。啊。但是你说你去和我的父母沟通，他特别就是有那种生活上的洁癖嘛。然后他去我父母家里面的时候，自己备了一副碗筷，就让我父母感觉很不舒服。你知道吗？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说他来我的爸妈来我家里面住了一晚上，把你的毛巾用了一下，结果第2天你把毛巾给换了。我知道我是，因为很多人也会说我是过于洁癖了或者是什么，但是这些东西我都给他说了，我可以慢慢改，但是我养成了30年的生活习惯，你不可能一下就要我改吧？这个是在逼我呢，你逼我到墙角了，你不可能一直让我退让吧？我其实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是女方跟男方的父母谈，而不是男方自己跟父母谈的？因为我给他说，我说要么我们就分手，要么就结婚买房。对。他说他没钱，让我去找他父母。你就去了？我就去了。可是你刚才说是你跟他结婚，不是跟他父母结婚呀？我知道他在家里面做不了主，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主，什么事也问他妈呀。我只有去找他母亲商量。所以这事儿就别拧巴了吧，姑娘。反正他们出钱写名也挺正常，就写了呗。人家出了钱写了名，为啥就不行呢？不行。那写他的名行吗？写他名可以。现在是您急着结婚，人家可不着急啊，姑娘。他就想拖我，就耗着我，想把我耗大了，反正就没人要了是吧？然后就必须跟他结婚呢。现在他纠缠你吗？会啊。不是创业很忙吗？这会儿不忙了？这段时间我把车友俱乐部的事情交给我的合伙人打理，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次感情留下来。你想结婚吗？想。那这事儿很简单，跟你爸妈说，房本上写你和他的名字不就完了吗？我父母他不会同意这个点。为啥呀？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他去我家里面的时候，给我父母的一些影响吧。所以你父母其实不同意你娶她，对还是不对啊？应该有一点。你就跟人姑娘坦诚的说嘛，我爸妈不同意我们结婚吧，是不是就这意思啊？是。那不同意你耗着我干嘛？但我们的感情是真的呀。我告诉你，婚姻不是2个人的事，你太幼稚了。行，我接着问哈，你也能感受得到，大概那是个刁难条件。对。那你愿意裸婚嫁给他吗？不愿意。你父母支持你创业吗？他们其实也不支持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因为把自己折腾得太累了。如果现在给父母这么一个选择题，你猜他们会把钱给谁啊？一个是我创业需要钱，一个是我结婚需要钱，会给你哪笔钱？结婚吧。会吗？哎，看起来那个不想分手的人是你是吧？对。
想分手的人是你是吧？怎么聊完之后，我觉得是你不想分手啊？因为我也舍不得吧。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，是你更不愿意放弃，而且你想让这段关系往前走，没错吧？是你想结婚。其实今天不是分不分手的问题，今天是逼婚成不成功的问题。你真的想娶她吗？我想。想还用考虑那么久啊？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朋友住院，你不闻不问，忙，我们都忙，但来，莎娜老师。谈恋爱是给你幻想，让你去飞；要结婚呢，是要拉着你落地。很明显，就这男孩，人家就一直想在天上飞着，没想落地，而且天上飞的同时，还完全没把你当回事儿。就单单一点，你生病，甭管这病是大是小。如果你在他心中足够的重要，他都会觉得心疼死了。如果你在他心里没有地位，再大的病，他觉得你不还活得好好的站在这儿吗？他能让你自己去找他父母聊房子的事儿，这个房子是你们两个人未来的家，你们俩未来要住的地方，他连你们两个人安身立命的这个房子都没有放在眼里。像施舍你一样，你要嘛，那你自己去找我父母谈去啊，要得着你就要，要不着我爸妈不给，那我也给不了你。这是什么态度啊？然后你居然还真的就去要，我不知道你在那个情境下你是怎么张得开口，这话说出来都觉得别扭，你都能把这事儿做出来，你也是太不尊重自己了。如果你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，那咱换一个人好不好？起码这个人要尊重你，把你当回事儿。如果你要是说为了跟他而结婚的话，那我劝你就止步于此吧。因为这段婚姻开始就已经把你自己拉到了最低的位置。你想想，你嫁进他的家门，他的爸爸妈妈怎么能看得起你？明白吗？30岁了，的确也着急结婚了。如果分开的话，再找第二个人，这个时间成本，第二个好不好也不知道。对。不管怎么说，对这个男人心里真的是不那么的满意。于是你想说，为了增求安全感，那我有个房，多少也算是个保障。如果
对方的父母不为难你，把房买了，你是不是就结婚了？但你要结了婚，问题就更严重了。我看到的你现在是在赌啊，2年了，你赌输了，你没找到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，所以你靠房子来扳回一局。房子拿到了，你好像小赢，但是把你的一生给赌进去了，你又输了。因为他之前对我很好，然后我就这样安慰自己。所有的好都没有那一次得病，是验金石，那一个问题就足够了。那我问问你的这个男朋友，客户比他重要，转氨酶从40到2000，那是一个小病吗？那是要命的病啊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说啊，我去关注对方，而只是凭着啊还不错，长得还挺好，表面的喜欢，那个结婚没有任何意义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人家，他适不适合你呀？以后能不能跟你过日子呀？他那洁癖你能受得了吗？你也没想那么多，2人不合适，2个家庭也不合适，至少我个人意见不赞同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谢谢。来，涂老师。你不能因为我害怕错过了他，将来我更找不到，所以我得耗着他，我得把这个婚给结了，否则的话我的婚姻会没有希望。你不应该这样想，总有一个人会爱你，你明白不明白？至于男生哈，你就是对于婚姻本身是不够重视。你说实在话，你脑海里想过结了婚你要准备什么吗？没有。对，你什么都没想过，就是你压根脑海里面就没想过结婚这事儿，至少现在没想过。你要是想过，怎么可能让他跟你父母谈嘛？但我爱着他呀。你是爱着他，但你现在没有想过要结婚嘛？你现在就是一种热恋的状态。所以其实你对于婚姻，对于将来，你到目前为止是不负责任的，你也没有思前想后考虑清楚的。所以分手是必定的。但关键是你要有自信去看待将来的生活，你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好吗？谢谢。哎，你自信起来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不哭了，我们结婚是为了追求幸福，我们不是为结婚而结婚，对吧？女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啊，她说光这个结婚光有爱还是不行的，还是不够的，因为都不了解他，爱不就爱得盲目吗？你说呢？啊，学会放手其实挺好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在一起相处2年多了，这2年来，女生放的是什么呀？我放的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的明信片。哦。就是我生了病，然后之后我们不是分开了嘛，然后我一个人回到我那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我希望在哪儿开始，在哪儿结束。啊。你送的是一块香皂。对。我们就是因为一块香皂认识，也是因为这块香皂而走到现在。我会就像当初向你承诺的一样，你付出的一半，我会加倍的去对你好，加倍的去补偿你。但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，也许过了这段时间，一切都会更好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
来，请关门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还有话跟他说吗？是我错过了太多，我以为自己创业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，所以我忽略了对他的一个陪伴和照顾。这可能是我自己情感经历的少的原因。你最重要的问题啊，不是给他更好的生活，是了解他，你不了解他的痛苦，明白吗？就是他所说的吧，以后我们彼此都会幸福。啊，行，谢谢你，幸会。这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结果。就通过这样一个结果，至少让女生能够正视自己，在下一段情感到来之前，她能够恢复自己的自信。对男生来说，其实也是一段挺难得的人生经历。他如果学会了，我爱一个人是要了解他的一切，接受他的好或者不好。那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成长，祝他们彼此幸福吧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金鱼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有个女儿，可是现在呢，她就是一直喜欢玩游戏。白天她上班的时候没事还和妹子聊天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上次她聊，我和她吵架了，她保证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儿。但是最近她又开始聊了。我现在又怀孕了，每天还要上班，她一点都不关心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关心你是她的不对，不要拿她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好好保护胎儿，给女儿做一个好的榜样，也给未来的宝宝更好的营养。做最好的自己是女人最强大的武器。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